印度人为何这么执迷于当官？3月5号，印度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正式落下帷幕。不出所料，今年的报考人数再次突破100万大关。据印度官方往年公布的数据，在2021年国考报名97万人，最终录取712人；2022年国考报名113万人，最终录取933人，综合录取比例1276:1。虽然今年暂时没有公布具体开放多少个岗位，但大概率不会与往年相差太大。而另一组数据，同样在2023年，中国高考报名1291万人，其中39所985大学共计招生21.4万人，综合录取比例为60:1。中国高考的难度想必不用赘述，但在印度国考的面前考上985的难度还是如同小巫见大巫。难怪有人会说，印度国考是全世界最残酷的考试，没有之一。既然印度国考这么困难，为何每年还有这么多人对其趋之若鹜？事实上，在这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盛世背后，隐藏着的正是印度这个国家的悲哀。今天的故事要先从一个普世价值观讲起。1804年，征服了法兰西的拿破仑壮志满筹，为了将自己的功绩惠及所有人民，他发布了一部足以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新法典。在这本法典当中，最具革命性的一条，便是首次宣布了人人生而平等。尽管在不久之后，拿破仑便遭遇了滑铁卢，至此彻底一蹶不振，但他这部法典的光辉却一直照耀人类文明至今。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人们之所以可以幸福平等地沐浴在阳光下，拿破仑的法典都居功至伟。但这里的不同国家却并不包括印度，在印度还有一个凌驾于人权之上的制度，那就是种姓。而种姓制度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人生来并不平等。种姓是理解印度社会不能规避的一个关键词，同时也是现在印度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最核心特征之一。种姓制度源自于宗教，最开始只是作为区分不同肤色人群的一种词汇，后来在《离居吠陀》一书中，才通过世界本源之神的传说，将人们对应的神身体的口、臂、腿、足4个部位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4个不同群体。到了公元前2世纪前后，为了方便社会管理，当时的印度统治者开始基于宗教制度出台一些法律。其中，在法论里，印度首次开始基于种姓赋予人们不同的工作内容。概而言之，就是婆罗门掌管祭祀和吠陀知识的传承，刹帝利是武士和统治者，吠舍从事农牧商等物质生产行业，而首陀罗则侍奉上面3个种姓。在这样严密的宗教等级制度之下，印度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理想社会秩序，上千年的时间里一直维护着印度社会的稳定，融入到了每一个印度人的生命当中，以至于到了今天，成为了印度完全无法根治的一个顽疾。事实上，早在1947年，印度摆脱殖民统治之后，就已经废除掉了种姓制度。1955年更是出台法律，明文禁止种姓歧视。这是所有国家必须走过的一条路，只要想融入现代文明，就必须与老旧的封建制度割裂。可是印度却有一个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从封建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没有经历任何沾染血腥的革命。简单来说，就是封建阶级没有被消灭，他们依然在现代文明里占据着上游，从而使得社会表面上现代，但本质上还是封建的。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印度人执迷于考公务员的原因所在。的确，印度政府是出台了法律将种姓制度废止，但是占据印度社会上游那些拥有资本的依然是封建阶级者，所以他们行为处事的逻辑依然遵循着封建制度。毕竟给什么样的人工作完全是他们说了算。歧视是可以埋藏在心底的，只要不广而告之的说出来，政府又凭什么说他们违法呢？于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印度政府主导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便成为了现在印度社会唯一真正公平公正的道路。印度国考不仅仅是一个谋求工作的考试，更是贱民们突破阶级牢笼的通道。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为什么印度政府每年只招收几百几千名公务员？在公务员如此稀少的情况下，印度政府想要管理好社会，除非印度人人素质都很高，但这显然不太可能。事实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完全是因为印度的公务员与我们认知中的公务员并不一样。印度的政府制度源自于英国文官制度，在印度，公务员专指在政府中具有一定决策权的中高级官员，那些普通的低级官员只属于政府雇员，并不算在公务员的行列当中。
据2024年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目前印度政府公务员共有2000万人，而公务员只有7000人。根据印度政府的规定，公务员可以拥有与自己等级相匹配的官邸，配有警灯的专属车辆，以及专属的厨师、保姆等随身服务人员。除此之外，一般新进公务员的薪酬往往在12万卢比到25万卢比之间，约合1到2万人民币。而2021年，印度全国平均工资只有3.2万卢比，约合2700人民币。就这还要刨除超过7亿的贱民啊！至于医疗、教育等其他社会福利，那就更不用过多赘述了。因此，只要能够进入公务员的行列，几乎就等同于跻身进了印度的上流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每年有上百万的印度人对国考趋之若鹜，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么问题来了，印度的国考制度算不算印度社会的一种自我革命方式呢？毕竟从这场考试的全过程来看，对种姓不设防，人人都可以参与，只要通过就能成为社会上层阶级。客观来说，这几乎是对印度种姓赤裸裸的挑衅，使得首陀有了逾越封建制度的机会，与天生高贵的婆罗门们平起平坐，唯一需要付出的只有努力。但事情真的有表面上看起来这样美好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如果抛开历年印度国考的具体情况来看，我们只能得到一个十分残忍的结果，这一切都是一场诱饵。印度国考分为3个阶段，分别为初试、主考试以及面试，考试时间横跨1整年。其中，在初试阶段报名人数最多，但进入主考试的往往只有初试人数的1%，面试取主考试人数的20%，最终录取面试人数里的30%。不难看出，在印度国考的全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只有少部分人能够通过。如果在第一阶段初试遭到淘汰还好说，但如果在最终的面试被刷下去，那么就意味着过去1整年的时间白费。在印度，一名考生在32岁之前可以参加6次考试，这直接导致许多印度年轻人往往要把几年甚至10几年的时间全部压注在备考之上。而这些年轻人往往都是因为种姓怀才不遇的印度底层精英。所以，印度国考看似给印度低种姓的民众撕开了一个口子，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又何尝不是堵住了改革的渠道呢？除此之外的确，印度国考是公平公正的，但考试是公平的，谁又说备考也是公平的呢？对于越低种姓的印度民众来说，他们的家庭情况往往越糟糕，这使得他们的学习成本往往越大。在2014年的时候，就有一群印度北部的学生赤身裸体的拦截火车，抗议印度政府加重国考里英语的比重。据悉，在印度的北部地区，人们主要使用的语言为印地语，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压根就没有英语的相关教育。与之相对的，在印度南方发达地区，英语几乎成为了人们天生的一项技能。所以，当这些北地学生与南方学生同时参加国考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处在了绝对的劣势当中。难道说印度北方学生比南方学生智力差吗？显然不是这完全是环境造成的差距。对此，印度斯坦时报曾报道过一位落榜考生的发言：公务员考试好比一场阴谋，它妨碍印度农村考生进入政府，公务员岗位就好像是为那些社会精英阶层预留的一样。英语水平只是一个缩影，在其他考试内容上，出身不同阶层的考生差距还要更加显著。印度国考看似给所有低种姓的人一个希望，然而在现实的情况下，这个希望却几乎等同于没有，所以这何尝不是一个诱饵呢？旨在让印度低种姓里那些不甘平凡的人不断朝着目标前行，如果达不到，就自己不够努力。久而久之，便会认识到不是种姓制度出了问题，原来真的是我自己不行属实是幽默极了。总而言之，印度国考看似不合理，但其实背后却是有着更加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如果不能将其背后的社会原因真正解决，印度地狱级国考未来依然将会继续上演。